这是影史上最著名的杀人狂魔，他也是美恐4大杀人魔之一。其变态的体质与无限复活的能力，让他从一个小小的水晶湖一度杀到了外太空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杀人魔的事迹也逐渐被人遗忘。不久后，曾经那个腥风血雨的水晶湖，又迎来了一群喜欢追求刺激的愣头青，并且还大胆地在此地过夜。甚至其中一人还聊起了杀人魔的故事。韦德告诉队员，20年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惨案，当时一个发疯的女人杀掉了这个营地里所有的指导员。不过又被一名幸存者砍掉脑袋反杀，恰好这一切都被疯女人的儿子杰森目睹。母亲的死亡让他的心里充满了仇恨，再加上童年时期由于脸部畸形备受欺凌，最终杰森变成了一个疯狂的杀人魔。可对于这些小年轻来说，他们怎可能相信这种骗小孩的故事？为了丰富一下活动，麦克与米勒决定前往小树林施展才艺。见状，瑞奇也不甘示弱，扛起女票就走。仅剩的韦德只好来到偏僻处准备单撸，只是还没开始，死神就先找上了他。很快，正在帐篷里汗流浃背的瑞奇两人也察觉到了异常，但两人都认为是韦德的恶作剧。为了不影响发挥，瑞奇便走出帐篷要赶走韦德，没曾想竟然见到恐怖的一幕。与此同时，杀人魔杰森找上了瑞奇的女票，女人在一声声的尖叫中消失在了帐篷里。瑞奇逃回营地后，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女友被吊在火上烧烤，他连忙上前救助，不料竟然踩到了地上的捕兽夹，脚腕被瞬间夹废。眼看着女友逐渐走向死亡，瑞奇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蚱，但腿部带来的剧痛让他力不从心，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友被活活的蒸熟。另一边，打完 PK 的麦克与米勒发现一间奇怪的房子，本着探险的崇高精神，两人毫不犹豫地闯进屋内。没一会儿，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洞口，麦克大胆伸手进去，不料竟然掏出了一个头颅。尽管气氛比较紧张，但他们仍然不会想到接下来面临的处境。麦克尝试着观察室外的情况，忽然一把尖刀捅了上来，两人立马疯狂的尖叫。麦克不断的提醒女友后退，可惜自己反而没能逃离，很快就被尖刀划伤了大腿，手掌也被捅穿。就在这时，下方的木板裂开，一根手臂死死的扯住麦克，米勒则拼命的想救回男友。遗憾的是，终究还是无力回天，不得已米勒只好独自逃离。刚回到营地，就看到了被烤熟的队员，接着又看到了还被夹住的瑞奇。米勒连忙过来帮忙，很显然两人都小看了这个老鼠夹。还没等他们掰开，身后的杰森就冲了过来，瑞奇瞬间去领了盒饭，米勒再次失声尖叫。时间来到6周后，这里又出现了一帮小年轻。东道主特伦特邀请朋友们来到自家做客，中途切尔西与诺兰来到了附近的水晶湖。就在两人玩得起劲时，诺兰不慎掉落水中。见状，切尔西兴奋的一批，不知所以的诺兰还以为是男友过来救他，不曾想游艇竟直接从他的头上碾过。诺兰的脑袋瞬间一阵恍惚，隐约中他看见了湖边上的杰森，这一幕立马让他清醒了过来。强烈的求生欲促使他游到了岸边，还好可以躲到桥下隐藏自己。下一刻，不久后，一个名为克雷的男人也来到了这里，他的目的是寻找失踪的妹妹。他先找到了附近的居民，其中一个老太婆告诉他，在这里失踪的人只有死亡，没有任何存活的可能。但克雷显然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。很快他又找到了另外一户居民，恰好就是特伦特所在的别墅。见到克雷的那一秒，开门的詹娜瞬间芳心涌动，她诚恳地邀请克雷进屋休息。不过特伦特不乐意了，看到如此帅气逼人的克雷，特伦特瞬间有了危机感，心想着本来美女就不够分，你小子还想进来掺和。随后特伦特就以东道主的身份赶走了克雷，这下詹娜又不愿意了，于是他便丢下朋友与克雷一起去寻找妹妹，而他们的下一站便是失踪的地点水晶湖。夜幕降临，两人并没有任何收获。就在他们准备返回时，一个身影出现，他们连忙躲到了楼梯下。对方走近后，直接甩下一具尸体，这一幕差点把詹娜吓出尖叫声，还好最终还是憋住了。杰森离开后，詹娜与克雷以最快的速度离开，过程中詹娜意外碰到了机关，但两人并没有在意。殊不知机关通往的地下室里，关押的正是克雷的妹妹米勒。原来米勒并没有被杰森杀掉。没一会儿，杰森扛着尸体回到了地下室，米勒则在带回来的物品中发现了自己的寻人启事。他立马想到很有可能是哥哥克雷来过，意识到哥哥有危险，他决定想办法打开手链。就在这时，杰森出现。奇怪的是，杰森似乎并不想伤害他。在看到米勒的吊坠后，杰森仿佛陷入了某种回忆，只是并没有持续多久，杰森就冲出了地下室。另一边，回到别墅的米勒与克雷只看到小黑一人。原来几杯下肚后，瑞奇迷迷糊糊来到了工具房，而特伦特与布利则在房间里激烈的1v1。很明显，倒霉的都是先落单的。忽然出现的大个子吓了瑞奇一跳。话说戴上这么恐怖的面具，谁见了不慌呢？杰森随意一推就放倒了瑞奇，瑞奇下意识的反抗，不料竟被杰森单手挡下。在绝对的实力下，所有的抵抗都是徒劳的。
见到兄弟许久没有回归，小黑不顾众人的阻拦，独自前去营救。很快他就找到了工具房，根据地上的血迹，他一路看向了冰箱，但打开后里面并没有兄弟的尸体。不过很快他就见到小黑下意识的逃离，杰森紧追不舍。经过一番纠缠，小黑成功逃出了屋外，只是并没有跑出多远，杰森就扔出了手中的斧头，精准的定位瞬间把小黑砍倒在地。随后杰森上前一斧头便送走了小黑。而待在别墅内的几人尽管听到了小黑的求救，但他们也不敢贸然出击，毕竟谁也不想把自己交代在外面。只是躲在房子里面就安全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杰森也早就来到了房顶，并且还盯上了布利。掀开帘子的那一刻，杰森就在他的身后。在杰森那强大力量下，布利被瞬间锁死，就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，随后就被杰森挂到了墙上。与此同时，室外终于来了一支 FBL， 可刚到门前，杰森就从天而降，一剑便捅穿了 FBL 的脑壳。FBL 也不会想到自己还没开始发挥，就如此潦草的结束。眼见希望破灭，不得已仅剩的三人决定强行冲出房子。本以为可以乘坐 FBL 的汽车离开，但导演又怎么会允许呢？因此汽车上并没有钥匙。也在这时，一具尸体从空中落下，三人瞬间被吓得四处逃窜。而特伦特在逃离的过程中，手上的喷子也不慎掉落。幸运的是，刚到路上就碰到了路过的汽车。不幸的是，杰森也来到了身后，一刀就捅穿了腰部。见状，司机也只好离开，杰森则趁机把尸体砸到车上，至此人头又多加了一个。另一边，克雷与詹娜又逃回了水晶湖。显然两人都认为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刚躲进房间，他们就听到了一声大吼，闻声而去。克雷终于见到了妹妹米勒，殊不知杰森也在这时赶了回来。恰好克雷也破开了铁链，三人立即疯狂逃跑。没一会儿就来到了另一个出口，可眼看就要离开时，詹娜却被杰森洞穿了身体。詹娜的死亡给兄妹俩争取了一点时间。不久后，两人终于接近了地面。与此同时，神出鬼没的杰森再次出现，几个重击就击晕了克雷。下方的米勒也只能无力的狂吼。眼见无路可逃，米勒只好暂时躲避。等到杰森接近时，米勒连忙起身逃离，不过却被杰森死死地拖住大腿。愤怒之下，米勒疯狂地踹向杰森。果然，女人疯起来，连杀人魔都要畏惧3分。顺利摆脱后，上方的克雷也刚好醒了过来。两人暂时逃离了魔爪。为了预防杰森的袭击，克雷另外拿了一把趁手的武器。突然，恐怖的大块头破墙而入，克雷的脖子被死死地扣住。不得已，克雷拼命捅向杰森。杰森吃痛放开克雷，然后整个人冲进屋内，接着随意挥手就撂倒了克雷。见状，克雷也是一肚子的火。趁着杰森靠近时，捡起东西就拼命的敲，不料杰森躲避起来竟然游刃有余，仅仅片刻又制服了克雷。完事后还抽出了佩刀，朝着克雷就砍。还好克雷灵活躲开，并且还成功的起手反击，只是很快又被杰森反起手。这时一台破碎机启动，杰森立马将克雷的脑袋送进机器。危急时刻，米勒出现，他取下了身上的吊坠。原来杰森一直特殊对待米勒，是因为米勒神似他的母亲。见到杰森平静了下来，克雷连忙利用铁链捆死杰森的脖子，米勒则将铁链的另一头扔向破碎机，而杰森也在那强力的拉扯下，一步步的走向死亡。Say hi to mommy. In hell. 次日，克雷与米勒又来到了水晶湖。回想起好友的死亡，米勒始终难以回到现实。两人不知道的是，一阵阴冷的笑声正从湖底传出。下一刻，